中日如果想改善关系，需要通过南韩吗？南韩有这个分量去调解这2个大国之间的纠纷吗？难呢。未必有。还有一件事，南韩会想，那我得到什么？我如果得不到东西，我干嘛去帮你们去调停？你们双方之间某种程度的对立，对我南韩可能是一件好事啊。你中国大陆少买日本的货品，给我多买一点，对不对？那你日本少买中国大陆货品，给我南韩多买一点啊。你们观光客最好彼此都不要去，都来我南韩。所以地缘政治有时候朋友跟敌人是很难区分。这个礼拜中日关系又有了新的变数首先，那几件事情合并在一起看，在东亚这边呢，北韩在4号上午7点50分左右，从平壤的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了好几枚的弹道飞弹。之后，在6号这一天，中国大陆商务部正式宣布禁止包括稀土在内的所有军民两用物资物项向日本出口。然后在7号呢，商务部再宣布将对从日本进口的2氯细烷启动反倾销的调查。这个2氯细烷是什么这个元素呢？是晶片薄膜沉积制成的核心前驱材料。那中方强调呢，会启动这次反倾销调查的焦点就直接指向3大厂商：日本企业的信越化学、法商一空的日本子公司，还有三菱化学。好，那所以呢，对日方展开的经济报复，其实从高市早苗发表过争议性的言论之后，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对应其实是一步一步的收紧，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精准式的打击那现在大家有一种形容是用点穴式的精准打击。不过看到高市除了相对来说这一阵子比较低调以外，有没有任何的因应方式呢？接下来。因应方式的话，我们先看一下中国大陆对日本的第一个是观光客可是这个观光客到底有没有效？我们看日方刚刚公布的一个数字因为中国大陆是在11月14日的时候，希望他们的国民不要去日本嘛，它是一个谨慎。但是日本刚公布的11月份总共去日本的是2025年11月份是56万2600人，比2024年11月多了。因为2024年11月是54万6333人，所以是增加了3.0%，这个是增加的。那另外一个的话，应该是12号12号的话，他们的船即将要去南鸟岛。南鸟岛那边的话，稀土大概我们全世界可以用几百年。12号的话会出港去开始开挖，这是第一个。那日方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偏不焦虑的一种态度。为什么不焦虑的话，你从整个看下来，它过去已经有一个经验。那我们再用事实上的数字去做一个解释，因为我们会看到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是要看一下数字。数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是12月5号跟7号 NHK 的做一个调查，它的国民对高市早苗对这一个因应对中方的一个因应的话，20%加41%，这2个加起来是61%是赞成的觉得他做的不是很好的话是18加11只有29，所以61的话是赞成支持他的，所以他支持率非常高。第二个，我们还是要从市场的一个角度来看虽然说中方对日方祭出另外一个制裁，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星期五的话就是应该是1月9号，日本的股市是往上涨的，日本股市没有往下跌，它的股票没有去松动的，反而是往上涨的。也就是说，虽然中方对日方祭出这么多的一个制裁，但是在国民它的一个支持率它是很高的，而且市场的话它是没有动的，没有动的话代表的话，它那个点穴式的话，可能会对某些企业会有影响。那即使是有影响的话，对整体来而言的话，并不会有太大的一种影响。老师觉得是冲击不大。就是说观光也好，包括像现在所寄出的这个稀土材料这些相关的这些制裁，不是制裁，就是说这些管制也好，或者说反倾销调查也好，影响不大。观光来讲的话，我们刚刚所说的，去年的11月，事实上是比2024年的11月是增加3.0%，所以中方的就是，但是我们从正面的角度去看，我们从正面角度，就是中国的观光客它变得比较现代化了，大人吵架归大人吵架，观光归观光，我认为就不要。我要问的意思是说，中方对于日方现在的做法，还会不会更加的收紧，而且还有哪几招会出呢？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稀土已经是寄出来了，但是这个稀土寄出来已经是在日方事先已经我们讲沙盘推演过，已经推演过了。因为他们从2010年的时候已经有经验，所以他们会有去做一个累计。
啊，这个累积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库存。那这个库存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稀土它上面没有名字，它只是说中国不可以直接出口到日方。并不是说日方不能够从别的地方去买，所以稀土的话，它是如果说可能1年、2年、3年一直持续下去的话，那影响会很大。那只是说，如果是大人的吵架，这口头吵架，半年、1年又说下来的话，这个的话倒是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股市事实上它是往上涨的，没有往下掉的。这市场的话是乐观去看待的。好，所以这个。接下来再来看哈，就是中日这样僵持不下，那会不会在4月份，也就是川习会的时候出现一个转机啊，或者是一个都有台阶下的可能？等一下我要特别请教一下几位老师。好，那现在看到中日关系，摆在眼前的事实是持续紧张，而且是不断的升高。中韩倒是呈现一个向好的格局啊，因为我们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呢，他先访问中国大陆，再访问日本。7号，他结束了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回到国内之后呢，隔天主持会议时候指出，这次他访中为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两国深化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合作交流打下了稳定的基础哈。因为最关心的就是限韩令有没有可能来提前的取消，当然大陆方面也给了一个比较善意的回应。好，那李在明呢，接下来呢也会应日本的邀请，就是高扫描邀请他。那在13号呢，开始会对日本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而这也将会是韩日两国领导人时隔2个半月再次的面对面。李在明要访问高市早苗的故乡是奈良县啊，出席韩日双方的首脑会谈。好，说到了中韩这次的元首会哈，其实有一张照片啊，大家应该印象深刻，就是韩国总统李在明还特别自拍 selfie 一下哈，然后呢后面是习近平。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他的夫人哈，那2对夫妻呢在一起同框的画面。好，那所以呢，现在大家也在看的，委员你怎么看？李在明把握这次中韩正在紧张的这个时机哈，他站在韩国的立场，一定是想帮韩国争取对于韩国有利的一些利益哈。那中方又透过这次的中韩元首会，又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或者是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我是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能够改善跟南韩的关系是好的，啊，尤其当他跟日本、跟美国的关系，都有一点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而且越来越明显的时候，那因为南韩毕竟它的半导体的产业还是非常强，啊，那南韩当然也需要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真的很需要南韩的一些的半导体的产品，对，啊，然后双方又那么近，啊，所以而且对南韩来讲还有一点。跟中国大陆关系啊，某种程度不是只有为了经贸利益而已，因为它可以牵制北韩，这一点非常重要。那现在要讲的就是说，那这个南韩想不想在中日之间扮演折冲的角色啊？我认为是第一个要看中国大陆跟日本有没有意愿。那你看高市早苗到现在为止，他民意支持度从去年10月到现在都70%以上，所以自民党现在认为这是很好的。他们可能也认为说，啊，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对中国大陆低头呢？我国内支持度这么高，而且现在自民党在考虑要解散国会，对，等一下我们特别要谈一下，要重新再选，对，所以这个时候日本没有低头的道理，对他来讲，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呢？我搞了一个80周年对日抗战的胜利，这个阅兵搞得这么大，然后我现在在经贸上对日本采取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惩罚，加紧惩罚的这个措施。那你想他会去想要跟日本这个时候去低头吗？啊，不可能。要想要改善关系，我认为双方都有这个意愿。可是谁都不想提早，就是先讲出来，因为想讲出来说啊，我希望跟日本改善关系，或我愿意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那就显然你气势就低了嘛。而且前面做的都白费了。那你要考虑到国内的反弹哦。对啊，你北京。在这个外交对日本的外交上，你表现那么强硬，突然间说你要改善跟日本的关系，我看中国大陆你自己本身这个车子要怎么刹车？那对高市早苗也是一样。因为高市早苗他现在是一个非常右倾的这样一个政府，对中国大陆要去低头的话，他可能认为是一种一种耻辱啊。对。那另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中日如果想改善关系，需要通过南韩吗？南韩有这个分量去调解这2个大国之间的纠纷吗？难呢，未必有。而且最终还有一件事，
南韩会想，那我得到什么？我若得不到东西，我干嘛去帮你们去调停？你们双方之间某种程度的对立，对我南韩可能是一件好事啊。你少买，你中国大陆少买日本的货品，给我多买一点，对不对？那你日本少买中国大陆货品，给我南韩多买一点啊。你们观光客最好彼此都不要去，都来我南韩。所以地缘政治哦，有时候朋友跟敌人是很难区分在。而且委员还讲到这边，我还特别想到说，日本现在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不好，其实开心的还有美国啊，因为呢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买的话，跟美国买哈，所以回到刚刚讲说那个分量不足的问题啊，那所以美国应该够分量嘛，所以就是会不会在4月的川习会也可能会是一个化解僵局的机会。我想今年的一个2026年的4月的川习会，应该是大家各界万众瞩目的一个盛会啦。那至于是说，没错，刚刚老师有去提到这个北朝鲜，或者是在韩国啊等等这些问题啊，因为朝鲜半岛有自己的一个矛盾存在，而且对南韩来讲的话，他是日本巴不得他们的中日关系更紧张一点，可是对美国来说就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们要看就是美日关系跟这个日韩关系是不一样的。对于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一些军事国防的或者是外交的政策，基本上跟美国是密切合作在一起的。所以其实今天来看的话，但是川习的见面是不是可以去让中日的关系会有一些春暖花开？我觉得还是去回归到美国本身的大战略。如果今天就川普来说，如果在去年12月发布的 NSS 这一份报告可以去代表美国的一个世界战略观的话，那我会认为中日关系即便好也不会太好，可能不会像现在一样这么样的一个剑拔弩张。但是你说要恢复到过去这么好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是很难的原因，因为对美国来讲，美国采取的就是这种远交近攻，它或许对中国是可以互动，然后它的这个近的这些委内瑞拉或者是一些格陵兰等等这些东西，它要去牢牢的掌握在手中，但是它会去利用，或者你要说利用也可以，或者是合作也可以，它会去透过日本来去牵制中国。所以其实对于美国来讲，他甚至也不会希望中日的关系太好，因为对美国来讲，日本就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前进基地。是，所以刚刚我就突然想到 timing 还没出现哈，但是对于高市早苗来讲，现在有一个很好的 timing， 就是呢，刚才委员点到的要来改选国会这件事情啊。日本读卖新闻也报道说呢，高市早苗更在研议啊，考虑在23号国会一开始呢就宣布解散众议院来进行改选。那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自民党呢目前在众议院拥有199个席次，和维新会合计的话呢，勉强达到过半所需要的233席。但对于高市早苗来说，他当然希望自民党是独大，就是在国会是过半数的，不然现在钳制于这个维新党，其实有膈应哈。蔡老师，你了解日本的政局啊，所以您觉得，高市接下来就他所带领的自民党有办法一举成为过半的国会最大党吗？高市早苗的话是我们所说的安倍前首相的一个继承者。那安倍的话，他非常会选举，他国政选举的话连6胜，创下应该说执政最长的一个人。高市的话，他们事实上在去年11月的时候，内部已经做一个调查，如果11月解散的话，大概可以得到260席。今年的话又增加了，可能会再往上升，这是他为什么要解散的一个原因。他算过了，有算过了。那为什么会选安倍会选的一个很胜因，就是叫做安倍经济学。但是现在对日本而言，它的名字叫做中国。我们看一下，多少国会议员来到我们台湾，不管以前他亲不亲台，反正现在只要选举到，很多人都会来到。那有多少人去到中国大陆？0。连国民党都不敢去。那我们如果说再用所谓的那个数字来去做一个解释的话，数字的话我把它做一个整理。这个整理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各家媒体的一个，因为可能就说有一些偏见什么的，但是给大家整理看起来，不管是11月，不管是所谓的大概都6、7成，都会大概是7成都没有往下掉。但既然没有往下掉的话，它的支持率是非常的高。那非常的高的话，他用这样去做一个解散，那可能又有些人会去说了他可能现在是支持率高，可是是不是对于政党的支持率不是很高？那我们再用政党的支持率去做一个解释。政党支持率现在的自民党是大概是30%，第2名的只有6%，所以我们如果说撇除没有所谓的政党区分的话，那自民党大概就是占1半，因为这些人的话，他可能会投给自民党。那我们刚刚说的安倍，他为什么会选叫做
安倍经济学，但是现在自民党他们选的叫做中国，所以只要中国对日本越不好的话，他现在的保守派的力量会越强，那越强的话国民的支持率自然就会越高，那越高的话，就是这个是一个时间点，而且你如果没有在23号解散。因为进入国会，可能那个在野党会批评，而且他们担心，万一内阁出来有一个人出包了，有一些什么 scandal 又出来了，那支持率会往下降。所以现在是最好的 timing。这个一个是他们去算过的一个结果。好，那我再快速请教您哈，如果今天自民党成为未来的国会最大党了，哈，高市可以全面执政了，对于中日关系，您觉得是好还是不好呢？中日关系的话，日本他们会想，我跟你好的话，它可能只是一种表面，因为中日关系的话，他们还是存在所谓的军事上面的一个问题点。我们说中日好，大部分都是什么政治好，但是他们那是外交，外交的是一种表面，那不是真实的。军事的威胁是日本真正面临到，他们真的是连国民都有感受到他们的军事威胁。一般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人，现在感受到中国他们军事一天到晚来到我们这里，他们会担心。2026对于日本来讲真的是挑战的一年啊，因为最近就看到印度政府他们在2025年的年底发布了一份年终经济评估报告，就引发了国际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份报告指出，印度2025-26的这个财政年度啊，这个 GDP 达到4.18兆美元，正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而且打算呢在2年内还要再往前拼到全球第3名啊，前3名。那但是呢，这个 IMF 呢在此前也宣称说，印度真正超越日本，必须要等到2026年3月这个财年结束，而且实际的差距啊。差只有大概100万美元，所以说就算是到了第3名啊，其实你跟第4名之间，就是那个日本，你如果超越它，你也不过是多了它100万美元而已啊，所以你有可能再度被反超。那我要问何老师啊，这个现在看起来啦，我们只能说肯定印度是有雄心勃勃或者野心勃勃，但是印度制造真的是具备了超越日本的实力呢，还是怎么看呢？当然，印度制造曾经是很多人的一种就是说，一种想象啊。那个时候我们讲就是所谓的 China Plus One， 对不对？中国加1，那个1除了讲的越南之外，很多人讲说印度可能它可以这个再去复制中国的那样的它过去这个40年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成为一个这种 rising power 的这样的一种经验。不过我觉得这个整个印度的这个文化跟整个印度的这样一个社会结构跟中国是不一样的哈。那就是说，他可不可以去复制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经验，对不对？然后这个把自己的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量能，这个推升到几乎这个就是说跟美国几乎是站在一起哈，虽然还差美国这个大概这个有一小段的一个距离哈。那不过就是说，除了中美之外，他们在争第3、第4哈，那个基本上意义不大。为什么？因为第3、第4加起来还没有中国跟美国的一半啊，没错，没错。然后就是说，更何况就是说，印度你现在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日本才多少人？德国更少，对不对？那你这样子去从一个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 GDP 的一个绝对数字，这个去跟这2个国家去争所谓的第3跟第4，这没有意义，对不对？你整个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还有你在国际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里面的这样一个位置，那没有人会认为你是可以跟这个日本或是跟德国去等量齐观的哈，甚至于就是说你可能要走到这个中国现在在整个国际经济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你都走不到，对不对？所以当然印度基本上这个是一个未来是有成长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啦。不过就是说他想要在很短的一个时间，或许他在这个整个 GDP 上面哈，他可以。真的在今年啊，就是说这个2026年来超越日本，因为日本现在的日元真的哈也不晓得是得了什么病哈，就是那个利息也升了啊，这高市早苗对不对？他以前骂人家就是说升息是笨蛋，结果自己也做了笨蛋的事情啊，对不对？然后但是利息也升了，而且预估今年还要继续升息，
可是整个日元的汇价几乎那变成是。我们用台语讲，那西底亚给哈，而且现在的中日关系纹风不动啊。现在中日关系也还没有得到一个缓解哈，这会不会也有点关联？当然就是说这个其实。中国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这个就是说这个在观光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抵制，这一次的中国对日本的抵制，基本上跟这个那个时候的这个钓鱼台国有化那个力道差很多。他没有抵制日货，而且在中国的境内也不去这个骚扰日商，因为中国现在他也很担心这些日商还愿意留在中国，他已经这个时候非常感激他们了，对不对？他不想因为这个现在的中日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恶化，去造成这些日商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投资的这种不安感，但是这个他用这个所谓的这种这个就是说人流啦，就是说我把这个观光客稍微降，可是它不是全关啊，很多人误会说。这个中国大陆基本上只关团客，那团客的影响其实当然有，可是基本上这个就是说它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次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经济的施压，我觉得警告性大于这个实质的一个意涵啊。对，而且其实看得出来，过程当中其实它是有节奏的哈，它不是一次做到底。对，然后再看后续的状况，再决定要再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印度这个报道我觉得看了这个最生气的应该是高市早苗他一定不太高兴。为什么？因为你基本上你在唱衰我早苗经济学嘛，开年就给我这样的一份报告，就是说对不对？我早苗经济学这个是我未来我这个我高市早苗能够当日本首相多久的这样的一种续命丸呢？对，结果你这样子讲的话，是不是觉得我的这个早苗经济学是骗人的？对，刚刚老师提到说，中国大陆在面对说日商的这一块其实也非常的谨慎。那刚才也提到说，就算是印度也好，还有包括像是日本也好这个两个加起来呢，也不过最多吧9兆美元可是呢，排名第一跟第二的比如说美国是第一30兆。这根据2025的 GDP 预测的话，有可能30兆。中国大陆呢是接近20兆，所以这整个第3、第4其实都是人家不到一半那讲回来说，日本企业从中国大陆出走，在2025年有看到一些迹象因为在2022年工业产值将近32亿人民币的中山佳能工厂，他们就宣布要关闭。三菱汽车也终止了沈阳引擎的合资项目，彻底退出了中国汽车制造。另外是 Sony 的 Xperia 手机业务呢，也宣布要撤离中国大陆但是也有分析指出说日本企业现在正在用一种 K 型分化的战略，在重建在中国大陆的布局。那什么叫 K 型战略也就是呢，低端产能撤退，高端领域采取重兵压境的方式。好，我们回顾2025前3季日本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甚至还有年增55.5%这成长是排在全球第一的。所以现在这个 K 型分化的战略怎么看日本产业他们现在的这个战略思维我觉得我们后面的分析其实对台湾也都有参考，基本上就是低毛利这个低端的或者是已经成熟的产品。这几种都是在中国大陆在地会逐步爬上来的竞争力。对，换句话说，它获利变得更少。那所以在中国制造的方面，在日本来讲，所谓 Made in China 的部分，它的竞争、它的获利都在降低。所以这种就往下走。另外一种往上走的，那不是只有日本这个法国总统带了多少企业家去？我们还是看有外资进去，虽然现在的外资进入中国大陆已经比以前少很多了，也是中国大陆目前经济面临的一个困境。还有人想要跟我打赌，就是川普4月去的时候，会有多少美国大老板跟着川普一起去抢单？那他们抢的是 K 线往上走的部分，往上走的部分就是中国研发、中国技术、中国软体工程师的总数，以及中国的勤奋。所以以前是勤奋的劳动力，现在是勤奋的研发力。那么这些还是可以补足其他外国或外资的部分。那么这个 K 型线的发展，其实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面不难理解嘛。那台湾似乎也是慢慢会走这一块。 日本会选择这样走，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就是所谓的这个中国的制造业。
降低风险，对地缘经济是这些综合的考量，所以基本上它不是所谓的出走的话是 decoupling， 就是但是日本走的是 de-risking， 就是去风险化。对，其实我们常常听到说，产业的嗅觉永远比政府要敏锐哈，就是先一步的看到整个市场未来的前景哈。所以这个日本是如此，那韩国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临近日本的韩国哈，因为整体来看，2026无疑还是全球各国要拼经济的一年啊，因为经济还是最重要的。到2025 12月26号为止啊。根据报道是，韩国股市呢在2025年呢大涨超过72%，远远超过日经指数的27%。然后呢，台湾的这边呢加权指数是24%，中国上证指数18%，那美国标普500呢是17%，NASDAQ 是23%。简单来讲就是。韩国股市是勇夺全球主要股市的获利冠军，而路透社也分析啊，这跟南韩目前主政的李在明是很有关系。刚才何老师也特别提到了，1月4号李在明就要访问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以国事访问的规格来接待李在明，而且现在又看到了中日因为这个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言论呢，关系紧张。所以也认为说，北京有意要借此来强化跟南韩的双边关系。那预料呢，双方也将会讨论到南韩的核潜艇啦、两岸问题啊，还有调节中日的问题啊。另外也会讨论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第2阶段的谈判，还有稀土供应链相关合作等经济的议题。南韩外语大学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叫姜俊英就表示说，中国似乎已经战略性的判断，让李在明先访中，再跟日本举行峰会，对北京是比较有利的。你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判断是蛮明确的啦，就是说，毕竟李在明在还没选上总统之前，就对中国表现出比较友好的态度。那当然也让当时尹锡悦去对照之下，就尹锡悦的这个做法，其实让南韩的民众，我觉得很快就选边站了，非常的清楚哈。新华社最近报道了福建舰入列授旗仪式在11月5号在海南三亚举行，大陆国家主席暨总书记习近平亲自出席，而且还登上了福建舰视察。他还进入了弹射综合控制站仔细观摩整个作业的流程，而且亲自按下了弹射按钮。福建舰在编程之后呢，中国大陆的航母正式进入了3航母时代，也就是说呢，可以进行1艘训练、1艘维修、1艘部署的轮替，形成全年常态运作的能力。而未来呢，中方的航母舰队可能会在台湾周边以及南海海域，用不间断的方式展示他们的武力，对台海及南海展开持久性的战略胁迫。好，所以正式的进入了3航母的体制当然对于西太平洋各国，尤其是以美商为首的这个国家呢，带来战略压力不小。那对照美方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向来是规划是利用盟国的包括水上、水下还有飞弹网所构筑的这个岛链防线，攻守之间，委员怎么看？这样子，他这个3艘航母这个现在都服役了以后呢，其实压力最大的是离中国大陆最近，而且跟他有旗舰或者是有对立、有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国家或是地区地方，就菲律宾、台湾、日本、南海，我觉得都还好一些那这个是比较近，那越南大概也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一个压力那其他的国家大概就是比较有的是一种所谓炮舰外交啦，就是你看有航空母舰跟没有航空母舰就差很多，因为航空母舰出来不是只有1艘母舰，对，它是整个战斗群。先不讲它甲板上的各种的这种战机、舰载机，它还有驱逐舰，还有这个巡防舰水下还有潜舰，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兵力的移动。所以呢，即使那些跟中国大陆之间没有冲突的这个现象的国家但是他们都会感受到这种压力。所以所谓的炮舰外交，不是真的去打你，用航空母舰、用炮舰去打你，而是让你感受到我的存在。所以航空母舰是最容易提醒那个其他的国家说，这个航空母舰的拥有者
它就在你的旁边，你的感觉会怎么样？譬如说，它如果到澳洲的外海停在那个地方，澳洲的感受就会变得非常压力很大、强烈这样子啊。所以，当然这个最重要的来讲，追根究底还是跟美国的关系是，虽然它严格讲起来，美国并不是这个区域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在中国大陆周遭的这个国家，它其实真正的它的本土是在1万公里之外的这个美洲，但是这些不管跟台湾，不管跟越南跟菲律宾、或许还加上越南，尤其跟上日本，如果有所冲突的话，美国是一定会采取行动的。所以最后讲起来，就是你跟美国之间，你造这航空母舰，你的战略的意涵跟美国之间，你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战略关系的变化？对，那就讲95、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台海飞弹危机，为什么最后可以平顺的解决？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国防部长 Perry 建议说，你派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海来，克林顿决定派2个，所以就在这附近就摆了2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这个危机就结束了。所以中国大陆受到刺激，从那以后他就加速要造航空母舰，那现在造出来了。所以等于说，下一次如果台海或是南海或是日本这一带如果发生了军事上的对立的现象，尤其是冲突的话，你美国航空母舰来不来？以前如果中国大陆没有航空母舰，尤其没有3艘航空母舰，美国来的意愿可能会比较强，他采取主动打击手段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强。对，现在人家也有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时候，你美国应该还是会来，但是你来的时候，你可能姿态就没有办法过分的强硬，而且可能要来更多。对，而且你的外交可能要跟军事的手段要同时进行，因为你担心这2强之间海上打完就打核战了，所以他们会有所顾忌。所以航母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外交跟军事的一种手段。而且就海军来讲，海上战力等于说是提升了一个量级哈。原先你可能银量级对于这个重量级，但现在呢，我重量级对你的重量级。不过在西太平洋这边呢 ，Russ 怎么看哈？因为结合双方的航母战力，还有在这几年其实有一个分析说，所谓的主场优势哈，中国大陆在西太平洋，在特别靠近，不管是台海也好，往北的东海，甚至往南的南海，其实有它的主场优势啊。在综合现在提到的航母战力，那美国这边进来，两方的比较，你怎么看？目前还有过去从2战之后，西太平洋主要国家还是美国了。那将来几年真的会有变化吗？我觉得，虽然2个国家，中国跟美国会有这个竞赛了，在西太平洋谁的实力比较大，但是不管是日本、南韩、台湾、菲律宾这些国家都支持美国维持它的地位了。那美国也会愿意，虽然很多人认为川普是不愿意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川普也是非常支持提升国防预算，他也是非常支持美国在造船的能力，投资，还有跟南韩、日本等等国家合作。那这个海军投资啊，造船投资不是为了中东或欧洲那边。我们知道，是为了在美国在西太平洋能有足够的部署了。所以美国跟中国有这个竞赛，美国不会放弃了，这是事实。而且我相信，不管是川普的接班人，美国不会放弃了，美国会继续。那你觉得未来美国在战略的部署上面会增加航母的数量吗？因为现在在西太这边的话，大概就是乔治华盛顿号是常态性的部署。那未来会增加航母的数量来抗衡，就是因为现在3航母的现在就是至少有1艘是常年在戒备的。这个的确有难度。为什么？我常常说美国总统过去不管是小布希、奥巴马、川普、拜登、川普2.0，一直说美国会把这个 focus 焦点会放在亚太地区啊，结果是没有，真的是离不开中东了。
连最近几年了，美国不管是拜登或川普认为可以在太平洋增加部署，后来发生以哈冲突，立刻就调航母到地区战争啊，美国还是会把航母调到那边去。但是很明显，美国的长期规划是这个资源要把焦点放在亚太地区。那这个会不会等同美国会增加航母啊？这个难了，因为航母的投资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没错。那所以这个目前是完好，但是至少美国是希望现有的航母多几个是可以长期部署在西太平洋这边。对，就算这个数目没有办法增加，起码可以联合。像最近看到这几年不是也是在谈跟日本方面的合作嘛，以类航母或者轻航母的方式来作为搭配使用哈。那说到这个部分呢，我们讲到航母啊 ，CNN 还特别做了一个分析，他们说呢，虽然福建舰采用的是电磁弹射系统哈，对标的是美军最新的福特号级航母，那让这个战机呢提高远程打击能力，但是 CNN 说呢。舰载机的起降效率这个大陆的航母呢只有尼米兹级航母的60%。另外呢，福建舰呢仍然以传统燃料推进，需要定期的靠港或者是从海上来补给油料。而针对中方海军战力的提升川普先前也宣布嘛，他说要跟韩国来合作，在费城一家造船厂建核潜舰那外界现在也预料，也估计说，韩国生产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舰渴望在2030年代的中后期下水。好，现在 CNN 提出了福建舰的2个短板，那委员怎么看呢？这个有人说是酸葡萄心理啦，但也有人说，他点出了至少中国大陆航母必须加强的部分。我觉得他讲的对我来讲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美国的潜舰你那个舰载机下降的那个位置，跟你的那个航道的这个主航道的那个中心是有9度的偏差，就是隔开9度。那你现在福建舰只有隔开6度，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舰载机下降的区域，跟那个我们就用主跑道这样讲了，上面的2个核磁的弹射器太接近，所以呢，你会彼此会牵制，对不对？所以你的舰载机起飞的速度会变慢，对，次数会变少，否则就会相撞，对不对？一个要回来，一个要弹射出去，两者就会相碰那避免相碰的话呢，那美国因为它隔开了9度，所以呢是很有安全距离的。你飞你的，我飞我下降我的，你起飞然后我下降，好像干扰的情形会少很多，风险低，对，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这种讲法，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人家可以反驳，所以应该是一个，只是中国大陆很可能下一艘航母就立刻修正，他就把它调整了。对，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燃料这些问题，核子动力这个航母，当然你会腾下很多的空间，因为你这个核子反应炉比你要装满油才能够出去，那个差很多嘛，空间的使用就差很多了嘛，所以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呢，下一艘听说中共要出来的这个航母就是核子动力的，对，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如果是的话，那就当然它的这个整个的怎么讲，就是载重的能力会加强很多，可以装更多的弹药，可以装更多的舰载机这样子。对，至于说这个韩国要造核潜舰，我不是很清楚，这个核潜舰是帮美国造还是帮韩国自己造？我不知道，因为到目前为止帮美国造，对，所以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石破茂先生很多年以前，他这样当首相刚下来，我在东京跟几个朋友跟他相遇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就问我，他说我们日本就是想要核子动力的潜舰，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是澳洲正在讲这个事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们讲到这个所谓的族群种族的问题，美国是把澳洲当作自己人，你日本就不是自己人嘛？日本应该看起来是没机会的，但对，所以日本没有机会，韩国也不会有机会。可是有一个问题陆老师，您怎么看就是说韩国造船这个当然能力是优于美国所以当然才会找南韩来合作嘛。可是呢，
把这个造船的地点拉回到刚刚讲说费城，这个不在韩国制造，反而舍近求远啊，到美国。当然，一方面是把制造业拉回美国，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是防止技术的机密外泄，还有其他原因吗？您觉得？当初李在明跟川普碰面的时候，李在明本来只是想说，我那个动力潜舰呢，你美国是不是提供我核燃料，让我就变成核潜舰？他当初是这样想法，就没有想到川普呢，他直接在他的 Truth Social 里面直接就说，我们要在费城建造一艘这个核潜舰，由韩国的韩华海洋来做一个制造，他就自己突然这样宣布。那李在明他们一听，那更好啊。但是现在就像你讲的，的确，第一，川普当然有他的算盘跟考量。第一，他可以强化美国的造船的能力。第二，这个厂房啊，因为费城啊那里从来没有见过核潜舰，所以韩华海洋呢必须要打造所有的设施，那这些成本都要由韩华海洋来出，所以他这个算盘打得非常好。第三，让美国的造船工人又有活可以干了，美国造船工人又有事情做了。第四，这韩国呢，美国希望韩国在水下武器方面发挥它的力量，这是他一个考量。因为过去韩国一直说北韩就快要有了，那我们都还没有，所以美国要协助我们这一块。那美国说好，我来协助你，但是核燃料我不能现在拿给你。美国还不允许南韩有所谓的核子武器。所以他们说，来我们美国费城造。所以当然这个趋势演进下去的话，将来日本早晚也会有，因为韩国有的话，日本没有的话，那日本又会很不开心。当然，日本现在也有它的问题，因为日本跟美国在某些军工产业里面有一些竞争关系，所以美国要不要允许他？他们还要多做考量。第二呢，日本他自己是所有目前全世界受到核武器受害的唯一的国家，所以他们对于这样的他心里怎么调试，他怎么能够做出一个核潜舰，这他也是要来克服的，他要说服他的国民。所以我相信，如果韩国将来可以做，那日本未来也早晚也可以做。看到了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带着他心爱的女儿金主爱，亲自站上了一艘接近完工的核动力战略导弹潜艇的前面。那么这艘潜艇大约重8700吨，它的体型是直逼美国的维吉尼亚级的。那同时呢，北韩方面还刻意曝光了这个巨大到一个不寻常的帆照哈。那当然目的很清楚，就等于是秀出一艘核动力而且可挂弹道飞弹的战略潜舰给全世界看。更关键的是呢，北韩不只是单点异动，而是一个连锁反应的第一张骨牌嘛。因为在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了美国已经决定要帮南韩打造核潜舰了。那也看到了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甚至挑明的说，日本有必要考虑引进核潜艇。高市早苗也松口说，现在反正不排除任何的选项。东北亚3个方向同时朝向核动力潜舰的俱乐部，未来这个东北亚会不会因为核武化的升级而显得更加的紧张呢？北韩他们展示的这个核潜舰最快在3年内，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完成了实战部署哈。那这是不是代表说北韩有可能会成为正式成为这个拥有2次核反击能力的国家？这一点先请教大使。对，因为事实上核子动力潜艇它分2类啦，一个是核子动力的攻击潜艇，它并不具备这个水下发射核弹头的这个能力；另外一种就是现在所谓的核子动力的这个战略潜艇，它主要的目的它就是作为核子弹的一个载台，然后在上面发射在水下发射这个载核弹头的飞弹。像中国大陆的096，它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它就是在这个东风3号，就是叫这个巨浪3，那这都是核弹头的。那所以这个目前这个报道看起来它是走的是核动力的战略潜艇，战略核潜艇它就是上面有这个可以发射核弹的这个从水底下发射核弹头的这个导弹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那这就变成它就具备所谓第2级的能力了，因为这个水下的载具基本上就是说，等第1级都打完的时候，第二级再出发。那因为北韩事实上它的核能力，它有陆基的发射能力，它有什么大浦洞1号、2号这些飞弹，它可以打15000公里，
可以打到美国。对，那它没有空机的，它没有轰炸机，它没有这种隐身轰炸机啊，或者这种大载量的轰炸机，所以它就靠它的这个核潜艇第2级。那现在韩国跟美国现在要谈的这个，事实上就有一点像这个 AUKUS 下面澳洲跟美国谈的这个核动力潜艇，它是属于攻击性的，它水下它可以长时间在水下不需要加燃料，那它的潜航时间长，可是它不具备水底下发射这个飞弹的能力。看起来北韩的这一艘看起来是战略性潜艇，因为北韩有需要。那要发挥战略威慑的效果。战略威慑的效果就是说，你陆上把我打光了，我水底下还有几艘核潜艇，还有反击能力，我还可以第2波攻击你。所以这个就变成就是说，因为核子战争的有一个基本的战略，一个战术的战略上的一个最基本是就是说确保相互毁灭，就我一定可以把你毁灭掉。你第1级把我打完了，我还有第2级。第2级就是靠这个，就创造一个恐怖平衡。恐怖平衡。现在我看韩国、北韩，因为它有必要，因为它有核武器。你今天韩国搞一个水下发射的，南韩搞一个水下发射的战略级潜艇，它发出来那种常规的那种导弹有什么用？对，所以它这个一定是要做核子潜艇、核子飞弹的发射在台用。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包括南韩、包括日本都会非常的感受到这个威胁性哈。所以东北亚现在真正关键，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包括像南韩啦、日本啦，都希望能够拥有核潜舰哈。那当然，这个韩国现在要帮忙美国打造核潜舰，可是所以关键就在于说，美国才是真正的这个重点啊！美韩合作核潜舰呢，我们看到这个合作却是指定在美国的费城造船厂来建造，所以南韩的专家叫金钟业，他就直言了，他说这将会沦为单纯的美国武器买家，南韩根本不用想说拿到什么关键的核潜舰的这个制造技术啦，或是一些核机密哈。好，那针对外界的担忧，说这样的动作呢，会不会打破这个核不扩散的立场呢？并且踩到美国有个原子能法第19条就是禁止转移军用核燃料的红线。但是南韩已经先表态了，他们说他们不会使用高浓缩铀。美国原子能法当中是禁止，就是向非核武国家转移军用核燃料的这个第19条，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原子能法第19条。所以聂老师，现在日本跟韩国，当然日本还排在韩国之后了哈。那现在光是在让韩国，甚至未来也有可能日本这个参与相关的战略规划或武器制造上啊，美国当然站在一个制高点来看的话，那有可能会真的把所有的事情机密，不可能嘛，都告诉他们嘛。对，一定保留的。当然，我觉得美国当然在这个合作，他谈的合作是他主导，他来做，他决定方向，反正我说了算。所以他主控权、主导权都在他手边啊。那最后合作的结果，那美国当然是要做大赢家，他也一定会是大赢家。另外2个可能小赢，甚至没有东西拿到 zero 也有可能，就是被人家利用而已。但各位想想看，川普呢从关税之后打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他用这个关税威胁叫大家来拼凑我回来做一个美国的制造业机器人。你刚刚讲制造业强国，那是1940年代，那时候美国民主兵工厂。现在呢，空洞化，刚刚讲产业空洞化到极端。那他当然每一个地方他要的东西要回来的不一样，欧洲要有欧洲的，有没有？除了他要钱，当全球拿提款机之外，最主要是他这个机器人，我要手要脚，你要给我。比如他知道韩国最少还有17%的制造船的能力，那日本还有13%，但韩国为先。而你知道，他的最大敌手啊，中国已经有6-7成的制造能力，他都吓到了，才会讲说，这为什么我们以前制造这么强，中国可以1天制造一个船，我们1年制造不出一个，他非常需要南韩过来，这就是他当时在关税谈到，除了你几千亿拿过来之外，最主要的制造业就这一块。可是我不然说，当然我也知道，我在那边生活那么久，从纽约、费城这个 DC Delaware 一直沿路常去嘛，那旁边还有一个叫Baltimore，就是这个 Inner Harbor 嘛，就是中联不动的内港，我想在东岸生活都知道，费城那边他停潜水艇嘛，在费城制造，当然他就要期望他到费城去制造，而且指定在费城。那为什么不在韩国或在其他地方？反正就来我这就对了。然后重点是制造业有3样东西，有基础建设。好，费城它的确有造船的基础建设，
还有人才，还有技术啊。当然，他现在人呐、整个美国人大概已经这个休闲太久了，所以真正这种制造人才已经以前有现代慢都没了，这要从别的地方去挖。现在重点是技术，那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这个过去核潜艇的这些制造的这个很不错的一些设计的这一端，可是真的技术端，那技术制造能力还是要靠韩国。对，因为韩国的制造，你就像台积电，你觉得你今天有 EDA 有这种什么授权，制造还是要在台积电，还是要在台湾一样的道理。但是他就非常聪明，他就是把你拿，就跟台积电挖到美国一样。可是我觉得韩国现在面临到的大挑战是台积电因为很稳，还可以分台湾有那边有。如果这个跟这个，我觉得了，南韩如果跟美国真的合下去，我觉得韩国能拿到的有限，因为基本上这个东西很重要，跟军事有关，美国真的是要拿到完全是主控权主导权的。对，这个军事相关的哈，因为刚刚特别提到说船为什么就是潜舰为什么拉到美国去制造哈，一方面就是您刚刚提到说技术担心外流啊，第二就是可能降低被攻击的风险啊。那孝瑋你怎么看哈？因为我们先来看一下荧幕上面就讲说核潜舰跟一般常规的潜舰啊，它的一个比较啊，关键的对比分析是这样的啊，航程方面呢，核反应炉等同于是几乎无限续航哈，因为它不像这个柴油动力的哈，它还必须要补给啊，它就是用核动力。另外速度方面呢，核潜舰可以长时间以30节的这个高速来潜航。隐蔽性当然更不用说哈，长期的潜伏哈，所以对于日本来讲，对于南韩来说，如果真的有一天可以拥有核潜舰的话，是不是就代表说手上有一张黑桃 A 了？哦，其实没有，它就差很远。就刚刚那个大使也讲到，这个核动力潜舰基本上它有2种，一个是弹道导弹的这个潜舰，另外一个呢是攻击潜舰。其实现在美国也允许它的盟国拥有的都是弹道那个那个核攻击潜舰，那个包含像澳洲啊，或者说未来日韩可能的。那这种潜舰，它最多上面还要在美国允许下才能装到战斧巡弋飞弹这种东西在上面，要不然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长时间可以在水下潜航的一个水下伏击者。所以呢，它本身是并没有办法带来这个核威慑的，也就是说，大家不要把核潜舰跟核弹去画上等号，对，它完全是没有办法画上这个等号的。所以呢，这些国家它现在追求这个核潜舰，就是要让它的这个海军这个水下舰队能够在海下时间待得更长，待得更久。那美国为什么会放松对日韩的这个核潜舰，甚至于澳洲这个核潜舰的这个拥有的这个容许度，就是因为如果说今天你要能够长时间去追踪北韩或甚至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核弹道飞弹潜舰的话，那这个时候美国自己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核攻击潜舰数量不够啊，就需要靠日本、韩国或是澳洲的这些那个潜舰出来帮美国去看守这些重要的这个航道，让中国大陆的核动力那个弹道飞弹潜舰不会溜进去，溜到可以攻击美国这个位置。所以美国它在这个地方上面其实是极度控制的非常精准的，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完全不用想到说拥有了核潜舰就等于有美国这种弹道飞弹攻击，那是完全不相称的。就你说这个北韩它现在非常聪明，但你说它有核3位一体，它现在有核2位。第一，它有地对地的这个弹道飞弹，射程很长，15000公里。另外，它把它装到它现在我们看到它这次新展示的这个核动力潜舰上，它有水。